陪你喝酒了，回头还得翻墙呀。怎么怕了？已经有3个人被阎罗索命了呀！哎呀，这阎罗索命的话你也信？再过10日，参加完殿试，老子就是官儿。哼，阎罗又怎么样？你喝多了吧你？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了。哎，去你！什么东西？快回去吧。哎，半剑，你去哪儿？你先回吧，大人有约。美人，美人，吓死我了！说了冒犯阎罗的话，恁猜咋着了？咋着了？怎么了？被阎罗封了口鼻，要了小命来着。他那个小跟班啊，当场就被吓尿裤兜子了。风流，哥，我不想考试了，我想要回家。说什么傻话？我说你们兄弟2个，该不会像孙和尧那个小子一样害怕考不上，早早就溜了吧？啊？没事，哥好，没事啊。哎呀，李大嘴啊，你瞎编的吧？哎呀，我还骗恁弄啥？这么邪乎，你们胡说八道的吧？咦，恁还不信嘞？应天书院已经4个人被索命了，冒犯阎罗，后下场。是来，凤州角在书院组局，一记大力抽射，就正好踢到了一尊阎罗像的嘴里。他还自己夸嘞，我这个脚法中啊！半夜，凤州角就听到门外有拍球的声音，开门却空无一人。这凤州角一回头，门啪了一下就关上。阎罗突然出现在他眼前，凤州角嘴巴撕裂，被丝线倒掉，死在房中。有一天，周公子捡到一幅美女图，他心里那个美呀，在书院里显摆，但他不知道这画是大风从阎罗石殿刮来了。那一夜，周公子不知为何突然醒来，发现画上的美女消失了。一抬头，屋顶上
上的阎罗猛地扑了下来，这女子惨叫，被拔去了双眼。罗胖被这些事儿吓了，夜里不敢如厕，只好在路边对着一块石头撒尿。不对，这石头竟然是一尊残破的阎罗像，阎罗的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他。回宅舍后，大热了天儿，就觉得很冷，把炕烧了，火旺了。他盖了3床被子才睡着。第二天一早，肥胖的身子活活被烧成了干尸。什么怪力乱神？哎，八大哥，你信吗？每每遇到鬼神之说，追出真相背后，往往都是人事。皇恩浩荡，今我大宋开科取士，为国求贤，望声势重磅的学子不忘初心，再接再厉，殿试金榜题名。落榜学子也不必气馁，孟郊42岁才进士及第，你们还有机会。科举的大门，他们居然也不中，就是，人都死了，中了省人又如何？对，走了走了，没想到宰相大人还亲自来访吧？甚至风餐露宿10年长苦学，一举登科日。科举是多少寒门士子唯一的出路。帮助大家，望众学子不负众望，不负皇上圣恩，他日考得功名，为国家效力。应天书院乃先帝钦定，这大小事宜皆由礼部管辖，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。人命关天，我们不是应该查明真相吗？保长啊，你只是个小小的平事，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就可以了，不要老是给我大理寺找麻烦，行不行？可是，给，你去查。真相有这个重要吗？哼！如果置若罔闻，这身官服的意义又何在呢？这白死也太惨了吧！这是前不久老师寄来的一封信。欧阳先生半年前，老师调任应天书院，如今书院出现这么诡异的传闻，老师却只字未提。难道欧阳先生与此事有关？请问，欧阳院长的书斋在什么地方？喂，哪一间啊？这人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包大哥，先看看。多久没人出了？
疯疯癫癫，也不知道是真疯还是假疯，还整天想着当官儿。哼！他被带走了，他被带走了。谁被带走了？不要杀他！不要杀他！我不考试了！不要杀他！不要杀他！我不考试了。刚才那个书生怎么会这样？书院发生的事，估计有所耳闻吧？书院怎么会有这种传闻？怎么大理寺也管起书院的事情了？大人误会了，此事在外传得沸沸扬扬，我是担心恩师欧阳院长，才特地来拜访。欧阳院长1个月前就外出了，日常的事务都是子罗打理。我们还有要务在身，两位请回吧。大人，这个天气怕是回不去了，能否在书院借宿？科举期间，斋舍实在紧缺，望2位见谅。还请大人行个方便，让我们借宿一晚，保证感谢。还有1间房间，让宅长带你们去吧。俺们还不行下一班。来将脱命，还不行，到此作甚？全狗一命。让我也接受看样。看见谅2位，书院最近不太平，不仅发生了阎罗索命，而且有好多人都染上了风寒。这边。哦，对了，你们2位住哪一间？清辉阁。那里是阎罗石殿，靠近那里的都没有好下场。书院是读书治学的地方，为何会有阎罗石殿？那是前朝道观所留，传闻里面阴森恐怖。子罗大人从来不让我们去那里。2位就住这里，可千万不要乱跑啊！上面住的是什么人？不要上去！万金前几日就是死在上面的。
血迹还未干，应该在此不久。罗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齐俩，我们刚上来，发现这名书生死在这里，好像是被火烧过。此事与你无关，莫要插手书院的事。书院接二连三有人遇害，难道子楼大人不想查清楚？阎罗索命，你我都管不了。走啊，这都抬不动这个废物，赶紧的吧！快点，饭都吃哪儿去了？书院可不是大理寺，既然住在这儿，就要守这儿的规矩。书院的事看起来不简单，那我们还要住这儿？难道你不想看看真正的阎罗长什么样？那我可得睡里边。一大力冲射，就正好踢到了一尊阎罗像的嘴里。
你要坚持心中的正义。你只顾正义，却不顾情义。等等！怎么是你？6年没见了，你还是那么黑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昨天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没命了。昨晚是你救的我。先喝粥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啊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你来喂吧。好。哎，烫死我了你！哦，这欧阳姑娘喂的就不嫌烫了？你试看。包大哥，父亲突然寄来这封信，后来就杳无音讯，我放心不下，就来找他了。雪晴，你也收到了？这2封信会不会跟书院的事情有关系？一下还不清楚。出人命了！出人命了！外面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哎，你看怎么了？吓人了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就看着他！这兄弟不是这么好，怎么自相残杀了？叶落又来索命来了！走起开！索命了！散了，散了啊！让一下，让让。让一下。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，一个割喉，一个拔心，都是直指要害。先带回殓房。是。你快点，你快点儿！太沉了，哎，沉什么沉？你就是废物，你不让说。你才废物！你慢点，慢点。
家父欧阳德在信中曾多次提过大夫您医术高明，还提议让我向您学习岐黄之术。今日有幸见到，还望不吝赐教。你是欧阳德的女儿？正是。家父1个月前离开书院，您可知道他的下落？欧阳院长离开之时，并未告知他的去向，所以不可奉告。大夫，方才我在书院看到双胞书生死状可疑，能否让我们查看一下尸体？这书院有规定，没有紫罗大人的命令，任何人不能进入殓房。快来，快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当下风邪流行，极易传染，我劝几位还是先行离开吧。外人鸡腿真好吃，你不怕吧？有吃的我就不怕，怎么着？你怕了呀？来来来，我也吃，我也吃。我才不怕！哎，小心阎罗把你抓去当饿死鬼。要抓也先抓你。哎，阎罗恕罪！哎呀，这，第一个先抓你。阎罗恕罪呀！怎么睡着了？你这大晚上哼，比我还胆小。毛发卷曲烧焦，身上多处灼痕，应该是烧死的。可是星辉阁并没有火烧的痕迹啊。被火烧死的话，死者生前一定会感到窒闷，拼命呼吸，口鼻内应该有烟灰。不会真的是阎罗干的吧？难道是死了之后才被烧成这样的？你们看，再去看看其他尸体。好。包大哥，这具尸体也有。我这也有。这些印记，不会在暗示什么吧？阎罗呀！哎呀，怎么打我呀？废物！这废物，你才可招，你还不可招啊？你废物，什么人就说。哎呦！看这个，哎，张小姐，去，没有任何的中毒迹象，齐良应该是死于昨日傍晚，双胞书生应该是死于深夜。昨天书院并没有发生火灾，齐良怎么会被烧死？双胞兄弟一向和睦，怎么可能自相残忍？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，是不是掉哪儿去了？好，走。看着没有？没有啊，黑咕隆咚的。哦，
个鸡腿呢？不是你提还是他提的？你提什么提？你是不是报复？你是不是找事儿？我就找事儿，怎么着？走，咱们出去说去。走。大人，那这次该如何上报？验尸革末还按自杀填写，不要影响殿试。哎。这个子木头，居然为了殿试草率起案。哎，还有5天就殿试了，为什么死的都是重榜的考生呢？区区几个考生不影响大局，你只要保证在朝堂上不出差错，后面的事我自有安排。那保证他们……哼，我会让他们赶紧离开这儿。钱尚书，殿试主持安排的如何了？回禀太后，殿试怎么？难道你想主持？臣不敢。太后主持殿试，乃众望所归啊！禀太后，按祖制，殿试应由皇上主持，但皇上尚未加官。既然宰相大人摄政，臣认为应由宰相大人主持。太后受先皇之托，有辅政之责，理应由太后主持。应该由宰相主持。应该由太后主持。哎呀，应该由宰相主持。众爱卿，科举历来是我朝的重中之重。为的是广开门路，选贤举能。既然都是为了兴盛我大宋江山，此次殿试就由哀家与宰相共同主持。太后英明。脉象环耳实质，脏器衰微，神机逆乱。大夫，他还能恢复吗？恢复，能够躲过这阎罗索命，也算是他命大。难道大夫也相信阎罗索命？天下之大，奇闻异事数不胜数。传闻这阴曹地府有阎罗10殿，凡是德行有愧之人，必将受到这刑罚的处置。这第1殿便是倒吊狱，第2殿是挖眼狱，第3殿是火床狱，第4殿是窒息狱，这第5殿是焚焦狱。双胞出生正是死于这第6殿和第7殿挖心狱、割喉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他们都做了恶事，才会得到惩罚？天道诚复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那剩下3殿是什么刑罚？8殿毒虫狱，9殿拔舌狱，10殿转轮狱。言下之意，接下来还会有人遭到报应。救我！第8殿毒虫狱。从封书生的死状来看，显然是中毒而死。那么是谁下的毒呢？凶手能在短时间内杀了这么多书生，说明对书院的情况非常了解。或许阎罗索命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。按照这个说法的话，接下来很可能还有人死，欧阳院长也不知所踪，不会也。包大人，
我在他书房里发现的。浮云游四海，弄影到三山，教书念八载，咬民许轩辕。周阳先生难道是去游山玩水了？殿试临近，我看老师绝无心思远行。父亲治学历来一丝不苟，他平日里对你们很严格吧？说来惭愧，院长对我和孙和尧最为严苛，寄予了厚望，但这次省试，我们都让他失望了。孙和尧，跟我一样，穷书生一个，1个月前匆匆回家了。可是1个月前不是还没有放榜吗？我也很意外，他一向智取功名，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呢？那些遇害的书生，你与他们相。昨日那个风书生明明是中毒而死，你为他诊脉时，难道没有察觉吗？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遇害的都是重榜考生。这些书生在书院里称兄道弟，拉帮结派，仗着家境殷实，花天酒地。阎罗索命是老师失踪后发生的，遇害的书生时常与老师发生冲突。这2个书生不喜欢与人来往，倒是他总带着双胞兄弟四处造谣。这样看来，下一个会遇害的很有可能就是他，李大嘴。他现在不在斋舍，说是去医馆了。欧阳姑娘呢？走，先去医馆。第9天，拔舌韵。展昭，包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欧阳姑娘的蹄子。欧阳晴呢？子罗大人，我们来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欧阳姑娘，我们都想知道她去哪儿了。欧阳晴杀人未遂潜逃，传我命令，立即搜捕。大人误会了，欧阳姑娘与大夫无冤无仇，凶手一定另有其人，望大人明察。包拯，你们最好不要包庇凶手，否则按同党处置。马上离开这里，不准再踏进书院半步。给我盯紧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准进入。是。
赐恩未报，轻生之人必受极刑，永不超生。7/7/49日，寻德行有亏之人，送往10殿地狱，方得免罪超度。按童镜的说法，轻生是生前重罪，死后必遭极刑，不得超生；而超度之法是将10个德行有亏之人送到阎罗10殿，代替轻生者受刑。所以书生被索命，其实是为了完成超度仪式。怎么感觉这么冷呢？这个，哎呦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不是说有好吃的，你就不害怕了吗？哎，给。包大哥，奇怪，尸体都去哪儿了？包大哥，包大哥，没事吧？展大哥，我本来没事的。装神弄鬼，就到此为止吧。怎么，你们也想尝尝这10殿阎罗的酷刑吗？阎罗索命，只是你为了超度孙和尧，残忍杀害书生的手段，对吗，孙大夫？医馆里的无名牌位前放着祭奠亡者4期的祭品，这说明死者去世大约1个月，这个时间恰好与书生孙和尧离开的时间一致。我们在医馆里发现了他的通关文牒，盒上雕刻的也正是牌位前的木棉花，想必孙和尧就是令郎吧。我猜他是自杀而死，你才会行此荒唐的超度之法。你借着为书生诊断风寒，利用脉诊上的机关给他们下毒，等药效发作再将其杀害。书生手上的印记是为了掩盖真眼，制造阎罗索命的假象。你事先将风筝放出，晚上将昏迷的齐良扛到星辉阁，然后用风筝线缠绕在他身上。你借着雷雨的天气，利用被淋湿的风筝线引导雷电将齐良劈死。齐良身上伞状的烧痕和手腕处的痕迹便是证据。而风书生是你看到我来医馆，故意拔出抑制毒素的银针，刺激毒发，才让他死在我眼前。但是你还没来得及在他的手臂上印上阎罗印记。欧阳姑娘擅长医术，当她发现风书生是死于中毒，就找你一问究竟。你就将计就计，把他迷昏带到这里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在医馆里死的那个孙大夫，应该是李大祖。你换了脸，却忽略了什么？
敢往前一步，我就烧死他！我杀的全部都是有罪之人，他们都该死！那欧阳姑娘何罪之有？我就差一步，就将完成我的计划。我本来也不想杀死欧阳姑娘，可谁让你们要来挡我的路？这样是帮不了孙和尧的，你收手吧，以免再造罪恶。我儿遭人顶替，含冤而死，他有何罪？他又错在何处？我知道孙和尧落榜是令儿曲折，我一定会帮他，还他一个公道。公道，我就是太相信这个“公道”二字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爹，我一定会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，让您过上好日子的。哎，对外你就说是孙员外的遗子，这样同学们就不会欺负你了。哎。提前祝万兄高中省员啊！恭喜恭喜！你这个第2名也不错呀！哎，万兄，孙和尧那个穷光蛋是不是让你给顶下去了？哎，还有那个斋长，还天天妄想着中榜呢！站住！你们几个说什么呢？啊！我干你什么事儿你个废物！我们走。儿啊，还是算了吧。爹无权无势，没人会帮我们的。我们呀，只能是认命了。瑶儿，瑶儿，瑶儿，瑶儿！万万没有想到，欧阳德跟他们狼狈为奸，我可怜的儿才含冤轻生。我爹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情。若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信。喝了这白桂汤，去跟阎罗解释吧！啊！走。没事吧，小星？没事。我苦命的儿啊，为父无能。无法为你在人间洗冤，指望让你免受地狱之苦啊！这想必一定有误会，老师不是这样的人。原来是你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眼皮底下杀人！我儿在书院受尽凌辱，被人顶替，含冤而死。你在哪儿啊，大人？你们都是杀死我儿的凶手！我要让你们为我儿陪葬！陪葬！你们都得死，都得为我儿陪葬！儿啊，爹来陪你来了！考生被替换的事情，书院自会调查清楚。院长欧阳德现在不知所踪，定与此事脱不了干系。
你胡说！我爹绝不会做这种忤逆之事。科举作弊乃欺君重罪，你是嫌犯之女，立马给我拿下！是。包大哥，你们先走。走。明天就要殿试了，给我加强巡逻，别再出现任何差错。是。做了一整天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小时候，父亲总是吹竹笛哄我入睡，教我做人要有竹的品性。他总是穿着那件素衣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喜欢那件衣服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把新做的衣服都送给那些贫寒的学生了。学生是他最关心的人。老师一生光明磊落，我相信他绝不会做出徇私枉法之事。父亲去应天书院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没有拦下他？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如果6年前你没有进京，父亲也没有来书院，或许我们还可以像小时候一样。这北斗的第4颗星，是主管文运的文曲星。保长，你天资聪颖，以后一定能考取功名，但不要忘了为天下百姓伸张正义。这一颗颗棋子，像不像天上的星星？小晴，你还记得老师的那首诗吗？浮云游四海，弄影到三山，教书念8载，扰民寻轩辕。这明面上是一首远游诗，但是诗中四海、三山、念8载，恰恰与星空的4象、3元、28宿相对应啊！寻轩辕，莫非指的南方朱雀7宿中的第4宿所辖的轩辕星，正与七步黑子相对应？寻得黑子，那么这首诗的谜底也就揭晓了。轩辕星收治的方位是东北方，而书院的东北方向正是阎罗石殿。难怪书院从来不让任何人接近阎罗石殿。是不是去到阎罗石殿就能找到父亲的下落？也许老师是发现了重榜考生被提款的真相。这事情绝不简单，背后
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阴谋。那白子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去了就知道了。小青，我们一定会找到老师的。这孙大夫的迷药果然管用。包大哥，走。这白子是朱雀七宿中的星宿，位于南方。这边。好。包大哥，什么情况？百龟果然是按28星宿排列，七星如钩留下生，星上17轩辕行，轩辕东头，司内平，平下3个，天下。向下七星横五列，
北远镇，太后。传闻西汉王莽为了篡位称帝，曾设下紫薇远镇，以为能利用微斗的力量操控星象，扭转乾坤。如今皇上孤弱，太后临朝称制，难道是太后想篡位，所以才利用科举舞弊铲除异己，巩固势力？哎呀，包拯，你竟然破解了机关！上次进来的人已经是4品侍郎了。你聪慧过人，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这里的事情，只要你保密，我一定保你青云直上啊！多谢钱大人抬举，我包拯恐怕承受不起。哎，小兄弟，你一直跟着他这个小官儿，你不觉得憋屈吗？这可是最好的机会，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吧。人各有志，我就喜欢跟着他。不识好歹！包拯，如果你现在归顺，这阵法之中，保证有你的一席之地。高处不胜寒，这庙堂高位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
走就来不及了。镇少，把欧阳姑娘拉走，快点啊！走，走啊！爹，走，欧阳姑娘。 包大哥，没想到多年来的坚持，都是如此可笑。所谓的公道，在权力面前，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吗？我始终都是别人的一颗棋子，我是。 那些寒门学子也是，还有老师。是非曲直、善恶公道，从来都不是由他们去定义的。这是你之前告诉我的。你们所谓的公平正义是什么？ 今邪为之本，这道是什么？修改忠诚动，靖康不存垢。老师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包大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 我们想办法进城。大人，火已经扑灭，没有发现包拯三人的尸体。传我命令，全城搜捕包拯，斩招欧阳晴。是。既然证据已经全部被烧毁，他们也坏不了我们的大事，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啊。 老师的印章怎么会在你这里？说来话长，欧阳兄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揭发舞弊，但是书院被子罗盯得很紧，他想尽办法才把信寄给你。孙和尧发现自己被替换后，向欧阳兄告状，但被他们发现，欧阳兄不愿同流合污，就被带走了。 所以在迷殿，你三番四次劝说，其实是想试探我们。你跟欧阳兄很像，我受人胁迫，做了些助纣为虐的事，我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。包拯，前路凶险异常啊！不过我会助你一臂之力。拿着。啊！一定是子罗带兵追过来了，你们带寨长先走。那大人您怎么办？半个时辰之后，我们在西乡竹林会合，在从长计议。你们快走啊！
是不宜迟。先走，走，快！包拯冒充万金进宫了，快去拦住他！是。抓住他！是。放开！太后驾到！怎么回事？回太后，有一名冒名顶替的考生被我们捉住，来人，把他拉出去。是禀太后，微臣是大理平师包拯，冒死入宫是为了揭露科举舞弊一事。望太后听臣详禀。太后，微臣查到礼部勾结应天书院，组织舞弊，迫害官员。包拯，科举舞弊兹事体大，你若信口开河无真凭实据，哀家绝不轻饶。太后明鉴，微臣了解到，舞弊的书生达数十人之多，礼部简直荒唐！我大宋科举法度森严，考卷要经历糊名和誊录，阅卷官绝不可能认出考生信息。你的意思是我串通了这文武百官一起贪污舞弊吗？你问问他们敢不敢啊？钱大人利用考官只认文不认人的特点，在省试放榜之前，将中榜考生的试卷调换。微臣的恩师正是发现被调换的考卷都藏在应天书院的密殿，才被钱大人灭口。荒唐！包拯，你有何凭据？省试舞弊的证据已经被钱大人焚毁了。但是殿试的证据就在这考场之上。什么都没有啊！请太后明察，包拯欺拒罔上，诽谤官员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？包拯，你如何解释
袁绍天何在？快看，哎，有色，真的有色，算了，太后饶命！殿试由太后和宰相亲自主持。钱大人自知无法调换考生，便将答案藏在试卷之中，瞒天过海。太后，给哀家彻查到底！钱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饶命，相爷饶命啊！钱大人罪不可赦，但单凭他的一己之力，怎么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舞弊？钱钟，你还不快交代出幕后主使？罪臣不敢说。武后临朝图，给哀家呈上来。太后，难不成你想利用科举舞弊扫清异己，效仿武则天称帝？大胆！哀家绝不会做出有负大宋祖宗之事。那这，太后该如何解释？相爷也认为这是哀家的东西。那上面盖的可是您的金印。包拯，你还发现了什么？如实招来。微臣看见有人仿照朝堂格局，将失踪的官员制成蜡像，并设下此为远阵，而阵中身穿龙袍之人，正是宰相大人。胡说八道！什么紫薇远阵？包拯，你到底看清楚了吗？我一开始也被阵中太后的位置误导，忽略了微斗的指向，设此阵法之人荒唐至极，以为将微斗对准自己，就能利用星象等玄幻之术统治朝堂，而微斗所指，正是宰相丁谓大人。故事编得不错呀，包拯，你污蔑朝廷重臣，乃太后同党，一起拿下！且慢！这是谁呀？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我看错了。大人，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。老大哥，钱大人，这是万金的同款文牒，你拿着它，明日进城参加殿试。真正的钱大人在此。太后千岁，罪臣有愧于大宋列祖列宗，愧对皇上和太后，愧对大宋百姓。臣被宰相大人要挟，与科举蒙羞，与大宋律法蒙羞，臣罪该万死。丁谓，你竟敢组织舞弊，谋权篡位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拿下丁谓！哈哈哈哈哈！
彻查丁谓及其党羽，所有参与科举舞弊的人，按律法处置。包拯，臣在。你此次立下大功，应论功行赏。科举是众多寒门学子走向仕途的唯一出路，微臣只愿能够公平公正举办，为大宋选拔贤能之士。拨学田实请，充作应天书院经费，扩大招生规模，照顾贫困子弟。赐包拯虎头铡，升端州知府。望包卿家继续不畏强权，秉持公正。展护卫功夫超群，英勇护驾，赐御猫封号。欧阳德为国捐躯，追封为龙图阁学士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这是欧阳姑娘留给你的。6年前，你为了伸张正义，把我赶回了泸州。我知道，你是为我的安危着想。现在真相大白，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。包大哥，大家需要你这样的好官。跟我们一起去端州吧，嫂子。撤！撤！